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吗？在车着肉。咱们在吹的肉干嘛呀？买东西。买东西干嘛呀？过大餐吃。过大餐吃。过大餐像话。咱们吃大餐，然后我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哎呦喂！感觉我在讲一个故事。I can't let you go, baby. I just wanna tell you that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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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Yeah. 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。一提到节日大餐呢，我们往往想到的是那些费时费力、成功率低的大菜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吹的肉的食材给大家做4道，操作特别简单，味道非常美味，完全可以拿来招待客人或者犒劳自己的4道节日大餐。不用说了，赶紧做吧。馋了吧？下一道菜是火锅，大家想吃吗？火锅是第3道。第1道是甜辣虾球。做这道甜辣虾球呢，我们需要2个主要食材，一个是虾，一个是球。一个是虾，一个是这个 buttermilk 的 pancake 粉，让我一一来介绍。首先呢，这个吹的肉的这个虾，它叫 Langostino， 它不是麻辣小龙虾里边那小龙虾，它是海鳌虾，是生活在海里的。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小龙虾呢，是生活在淡水区域的，要区分开来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海鳌虾可能它从肉质上来讲呢更好，因为它是生长在挪威海域的，就是它相对比较冷，所以它的肉质呢就会相对的更肥美一些。我做的这个虾球，它外面要裹一层面糊，那我就不自己去调了。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buttermilk 的 pancake 粉。说一下什么是 buttermilk， 它其实就是白脱牛奶，在生产黄油的时候，把牛奶里的脂肪都提炼出来，然后剩下的这个液体就是 buttermilk。它的味道呢是酸的，所以用于烘焙的时候呢，跟这个小苏打呀，还有泡打粉结合在一起，就会产生更多的气泡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啊、面包啊，它就会更加的蓬松。它除了用于烘焙之外呢，它还可以用来腌肉，因为它是酸的嘛，所以它腌肉的话呢，会让这个肉质更加的嫩多汁，对，嫩。我先卖一个关子，接下来呢还会用到 buttermilk。我们吃这种甜辣口的炸物呢，最好呢就配一个特别来劲儿的饮品啊，我就推荐吹了肉他们家的这个石榴汁儿，我一会儿会用它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神奇的饮品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面糊，把这个虾炸一下，1/4杯的粉，1颗鸡蛋，搅匀。哦，不放什么牛奶啊、水啊？放。我先搅一下，然后再放1汤匙的水，放牛奶也一样。有一点耐心，多搅一会儿。还是一道费时费力的大菜。手动2倍速。就搅成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，行，或者是你再稍微稀一点点也行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碟子就还是那个 buttermilk pancake 粉啊，多来点儿。我们先在空气炸锅里喷点油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拿起1颗虾，放在这个液体里，让它滚一滚。不得一个一个滚。可以一起滚，我这不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吗？哦。然后把它拿起来，再搁到粉里。搁到粉里的时候呢，就尽量不要去碰它，让它纯天然的滚一滚。你听着有点像骂人呢。剩下的呢，我就一股脑倒进去了。这个其实是我平时的做饭风格。然后咱们一个个的扔进来，一股脑的扔的话，它就粘一块了。扔几个进来，我们就这样滚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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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。行，摇，这盘子还有点小，所以这是个元宵啊，是吧？节日大餐嘛，大家也可以放在元宵节的时候。嘿，因为我们最近在看《再见吧爱人》，一档离婚类的综艺节目。我看这个就是想说，这个离了婚还有必要再见面吗？有啊，就是这不是给钱吗？
那我也去，咱俩要不先离个婚？大家用这个 pancake 粉作为面糊的话，炸出来的这个虾球，你只要吃过，你就会觉得你关注了一个神奇的频道，认识了一个神奇的人。我们再在表面喷一层油，这是鳄梨油。空气炸锅烤东西就建议喷鳄梨油。空气炸锅400度烤10分钟。空气炸锅烤着虾球，咱们现在调一个酱汁儿。1茶匙的这种韩式甜辣酱，吹德肉也有卖的。1茶匙的番茄膏就是 tomato paste， 吹德肉也有卖的。1茶匙的意大利黑醋，这个在吹德肉也有卖的。1茶匙的蒜泥，这个在奥迪有卖的。1茶匙的老抽是为了上色用。再来1茶匙的清水。好嘞，好嘞，行，我们给它搅匀。正好空气炸锅的那个虾球烤好了，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球，听这声音，因为这个面糊有盐味的，但是它没有放糖，所以它其实是偏咸口的，所以正好用来做炸糊，特别棒，可以直接吃，它本身是调过味儿的了。我们在平底锅上喷点油，嘿，这个是个乐器吧？把这个酱呢倒进去，酱稍微有点少，虾球也不多，反正是。嘿。它这个酱一烧出来，你闻闻味儿。它不烧的话，它那个香味物质没办法迸发出来，太靠谱。你这有点像韩式炸鸡了，是吧？我这就是借的韩式炸鸡的配方，做了个韩式炸球。炸球像话吗？炸！哎呦我去！最后我们再给它撒点芝麻，就更香了，有没有？丢芝麻捡西瓜。然后我们再……哇，果然有西瓜。没有客人就算了，就不装了是吧？这个趁热吃，我告诉你绝了。辣吗？不辣。刚才我是忍的，辣。好喝，过瘾。绝对好吃。嗯，老家用人格担保，按照我这配方去做一个试一试，绝美。火。它刚嚼下去的时候，特别像炸鸡腿，嚼一嚼，虾的那个鲜味就出来了，真的比鸡腿肉要好吃好多。干杯！嘿，用吹德肉的石榴汁儿做的这个苏打水，配上这个辣的虾球，冬天夏天都渴。非常渴，你尝尝，有点像酸梅汁儿了。我们干杯。嘿。本期节目呢是由优质品牌 OTE 赞助播出的，非常感谢。我们在这里呢诚心向大家推荐他家的这个便携式的气泡水机，用那种气弹的胶囊一插一拧，就能做出最多450毫升的这个气泡水，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DIY 出属于你自己的低卡无糖的 DIY 的饮料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在减肥或者你想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呢，强烈向你推荐这款产品。OTE 呢还给我们的观众提供了30%折扣，如果你有心购买呢，可以在我们的视频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找到这个折扣码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强烈推荐。好喝，我最爱的烤鸡。用 buttermilk 腌制过的这个鸡，然后直接拿来烤，出来的效果呢是跟你用其他的东西腌制烤出来是不一样的。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buttermilk 它本身是酸的，所以用它腌制过的肉就会更加的多汁，更加的嫩。这个产品其实在其他超市是不太容易找的，它不仅放了 buttermilk 啊，它还放了盐呀、rosemary 啊等等的。说白了，它是半成品。我们最后还会推荐一个干料，这个干料也是在吹德肉买的，它里边有21种调料，唯独没有盐，所以我觉得它俩搭配是非常合适的。空气炸锅呢，320度在预热。我呢先把这个鸡打开。因为它这个鸡呢是用 buttermilk 腌的，所以它会有一股味道。如果你打开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没关系，它烤熟以后那个味道就自然消退了，不要担心。其次呢，就是它这个已经是腌制好了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放任何调料。但如果你觉得不够味儿呢，你可以放酱油和蚝油1:1，然后往上刷一层，烤
烤出来就有中式的那种烤鸡的味道。好，空气炸锅一热好了，我们喷点鳄梨油，然后再喷一层油。320华氏度，我先烤30分钟。好，我最终用320华氏度烤了40分钟，最后1分钟我想让它上色，就用了400华氏度。吹的肉买的干料，我们给它倒到小碟子里，一会儿可以蘸着吃。汁水都流出来了。反正就是说外酥里嫩。你看这个皮，这个就是 buttermilk 腌制过的鸡，它烤出来就是这样的。好吃。这干料挺好吃啊。这个料我是非常推荐的，有酸的，有辣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甜，然后鲜味儿什么都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道菜看起来时间比较长，但其实你啥也不用管。香死了，吃的我都不想说了。吃你都不想说了。嘿，味增火锅，吹的肉没有卖现成的味增酱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比味增酱还要棒的东西，就是这种现成的已经调好了的味增汤，直接拿来就能用。它的用途非常广泛，我们可以做传统的味增汤，也可以做我们今天要做的味增火锅，它还可以用来做调料，比如说我们炖个鱼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。所以加一点味增的风味。对，所以它的用途也非常的广泛，在稍后的节目里呢，我也会一一的介绍它。所有的这种汤的这种盒状的用法都一样，就是我们开封之后呢，要放在冰箱里，在7天之内把它用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含防腐剂。这种片儿状的就切成薄片的这个牛肉，这个呢在很多超市都有卖的，什么 Target 呀，还有那个 Aldi 呀都有。那吹的肉的这款呢，我是觉得品质是最棒的，因为它的这个厚度它没有那么特别薄，薄到就是你一下锅就没了，它也不是特别厚，而且它这个肥瘦相间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如果你吃过的话，你就3家都吃过的话，你就知道吹的肉的品质，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，所以还是蛮推荐的。这火锅里的菜呢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随便的放，但是我呢就放的是这些哈。蘑菇除了增味儿之外呢，还特别好看。然后西葫芦，还有这个 baby corn， 在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，非常好吃，涮火锅用它绝美。还有这个玉米 Daddy corn， 胡萝卜，这个所有超市都有卖的。菊苣，在上一期吹的肉好物推荐里面给大家推荐过，特别棒的一个东西啊。接下来的这个火锅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，这些菜呢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。主要呢就是咱们这个牛肉片，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，来展示一下有多简单。先把我们弄好的这个菊苣铺在底下。这个蘑菇为啥中间有个十字花刀？就是我为了装呗，但是我也没装好，也不太会切。这个味增汤你在倒之前呢，给它晃一晃。好，正好我们这小锅，我把火拧开，下牛肉喽。味增跟牛肉还是很搭的，那必须的。全给你肉，好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行，别装了。咱们什么调料都没有放，什么都没有放，我超级推荐。哇塞，巨好吃！它这个 miso soup 的汤配上这个肥牛，绝美，特别棒，真的啥也不用放。这就是所谓的食材的鲜甜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食材本身的味道，然后这些蔬菜本身它就是有它自身的这种清香，然后再配上它这个 miso soup，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肥牛煮了以后，它那个肥牛的油的部分侵入到这个汤里，完美的跟这个 miso soup 结合在一起，然后还有这个汤里本身煮了这么长时间，蔬菜迸发出来那个鲜味儿。总而言之，它们结合在一起，这锅汤我觉得，如果你觉得不好喝，不要诅咒人家。
而且这个作为节日大餐，你在上那么多菜的同时，然后再端一个火锅上来，大家会觉得哇塞，你也太高效了，又是火锅又是烤鸡的，然后你其实你啥也没干1-2个小时就全部上桌了。麻香水煮鱼，这道菜呢肯定是少不了鱼，所以呢，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食材就是 Trader Joe 的这款海鲈鱼。之前呢，我用它做过一个剁椒鲈鱼，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鲈鱼呢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和用法，在稍后的节目里呢，也会一一的分享给大家。它已经处理好了，它里边没有骨头，没有鱼刺儿，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呢是非常的友好。第二呢，它是欧洲海域的这个海鲈鱼，所以我觉得它从肉质啊、品质上都是非常的棒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它是小包装，它这一袋里边呢有4片2条鱼，所以我们烤着吃、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炒着吃、水煮吃，怎么吃都行，超级推荐。鲈鱼呢，我已经给它片好了，是斜刀切的，你看多漂亮。水已经开了，我们直接把切好片的鲈鱼给它倒水里，大概煮1分钟，给它烫一下就行了。差不多1分钟左右，水又开了，然后呢，它都卷起来了，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，把水尽量的控干。我们调一个酱汁儿，2茶匙的意大利黑醋，Trader Joe也有卖的，2茶匙的蒸鱼豉油。蒸鱼豉油里边本身就有盐，其实就不需要再放了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口轻呢，可以再补上1到2克的盐，搅拌均匀。好，酱汁儿的部分就准备好了。下面我们烧个热油，我们锅中倒一点油，我们往这个热油里面放一点青花椒，如果家里没有呢，放普通的花椒也可以，让它增强它那个麻的味道。我就放1到2茶匙吧，摆一些葱上去，然后把刚才调好的酱汁儿倒上去，完成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样？绝了！绝了！这可以让人发光一股味道。发光！中华小当家啊，哈了笨娘，哼哼哼。那你喜欢吃吗？喜欢，超级喜欢。哦，那就是麻嗖嗖的。但是你也能吃，对不对？你也觉得挺好吃的，对不对？也可能那是我的幻觉。你现在就是幻觉，这根本就不是一条鱼。那是啥？幻觉。你不是告诉我是鱼吗？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，不要忘记德古拉和我，拜拜。忘记德古拉，不要忘记德古拉和我什么呀？